大家好，我是念双。9月底，法国海军在圣纳泽尔外海扣下了一艘油轮。这艘船从俄罗斯出发，却没有明确国籍，是典型的影子船队成员。他们派出的登临小组只有6到8个人，乘坐快艇悄无声息地靠近。在登船前10分钟，通过无线电反复通告，核心理由就一个：你这艘船身份不明，并且拒绝配合检查，这已经构成了登临的法律要件。目标极其明确，优先控制剑桥、通讯室和黑盒子，封存所有通讯记录和导航资料。他们根本不关心货舱里装了什么，他们要的是法律证据。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从登船到取证全程录像。结果是什么呢？2名中国籍的船长和大副进入讯问程序后，法国检方就锁定3宗罪：船名、呼号、国籍证书对不上，无线电录音加上现场录影坐实了主观不配合，长期关闭 ACE 系统，航迹异常。这3件套一凑齐，直接把船长送进司法程序，最高可能面临1年监禁和15万欧元的罚款。这招最狠的地方在于，他在法律框架内做到了极致的威慑。现在船是48小时后放走了，避免了刺激全球油价，也避免给对方留下全面升级冲突的口实。但是船长必须留下，而且明年2月要上法庭。这就创造了一个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可以复制的执法范本。以后任何一个想在灰色地带替俄罗斯运油的船长都得掂量一下，船也许能走，但自己是不是要坐牢呢？普京的反应更耐人寻味。在瓦尔代论坛上被问到无人机飞到欧洲的事，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放狠话，而是笑着说我不会再这样了，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根本没有能飞到里斯本的无人机。这是一种近乎服软的姿态。为什么呢？因为法国这一刀精准地砍在了他的经济命脉上。所谓的影子船队，规模在600到1600艘之间，是普京战争机器的输血管。俄罗斯超过40%的海运出口原油都依赖这些身份模糊的老破船，他们带来的现金流一年高达300多亿欧元，这笔钱不用经过西方的金融结算系统，可以直接变成武器、军饷和维持国内经济运转的燃料。普京当然也可以走合规的出口系统，但这套系统被西方死死卡住了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扣掉各种成本和佣金，真正到手的可能只有30几美元，而且这笔钱还被困在西方的银行体系里动弹不得。所以影子船队的钱虽然挣得辛苦，风险又高，却是普京唯一能自由支配的硬通货。法国创造的这个执法范本，威力就在于它的可复制性。今天他扣一艘，明天荷兰、英国就可以在北海和鹿特丹依法炮制。只需要几艘快艇和一套严谨的司法程序，就能让整个影子船队的运营成本和风险急剧飙升。保险公司不敢再为这些船只承保，船员们人人自危，港口会加强查验。现在我们把这种思维模式套用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新动向上，你会看到惊人的一致性。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开始集中审议一系列针对北京的连环法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参议员李诗提出的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台湾法。这个法案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北京对台湾动武，立即自动启动全面的经济制裁和出口封锁。法案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预先建立一个快速反应小组，提前锁定中共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包括关键企业和个人。你看，这和法国扣船的逻辑是不是如出一辙？它同样不是在秀肌肉，而是在预先编写一套自动执行的法律与金融程序。而且立即这个词非常关键，它吸取了俄乌战争初期的教训。当时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虽然严厉，但存在一个时间差，给了俄罗斯很多缓冲和转移资产的机会。而现在这个法案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时间差，它相当于提前把子弹都装进枪膛，把瞄准镜都对准目标，手指就放在扳机上，只要北京敢动，美国马上就会扣动扳机。过去华盛顿的警告停留在外交辞令上，后果自负，严正关切，这些模糊的语言给了北京巨大的战略误判空间。但现在美国人正在做的是把这些模糊的警告变成清晰、明确、可执行的法律条文。就像写好了一段计算机代码，一旦侵略台湾这个条件被触发，
后面的一系列金融制裁、资产冻结、出口管制的程序就会自动运行，没有任何延迟，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项立法连同豪猪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等，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立法包围网。它等于是在告诉习近平，动武的代价不再是一个未来需要谈判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会立即生效的写在纸上的法律和经济问题。美国正在把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转变为一种法律机制，这种转变极大地降低了未来美国决策的门槛和不确定性。一个法案一旦通过，就具备了超越单个总统任期的法律效力。无论未来白宫的主人是谁，这套预设的程序都将在那里，成为悬在北京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就是程序化打击的精髓，将威慑制度化、自动化，让对手在行动之前能够清晰地计算出自己将要付出的精确到金融账户和供应链层面的惨重代价。当外部世界正在构建围堵体系时，威权堡垒的内部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日本这次自民党总裁的选举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高市早苗的当选绝不仅仅是日本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这么简单，她被外界视为女版安倍，日本的女川普，代表着日本国内一股极其强硬的保守主义势力的回归。她的政治履历和政策主张几乎是为对抗中共量身定做的。他毫不避讳地主张参拜靖国神社，这直接挑战了北京长期以来用作外交牌的历史问题。他主张强化国防，修宪让自卫队成为正式的国防军，大幅增加军费预算。更重要的是，他公开支持台湾，甚至提出过要与台湾建立准安全同盟。这些主张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踩踏北京画下的所谓红线。高市早苗的崛起标志着日本国内的政治风向正在从战后那种经济优先、政治模糊的状态，转向一种国家正常化、战略清晰化的新阶段。它代表的是日本社会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这股思潮认为，面对一个日益具有侵略性的邻国，日本必须负起责任，重新武装自己，并且在印太安全格局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北京一个长期以来的幻想，那就是可以通过经济捆绑和外交施压来左右日本的政治走向。事实证明，当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时，一个民主国家的内部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强大的自我修正和防御机制。高市早苗的胜利正是这种机制的体现。他之所以能胜出，不是因为某个派系的恩赐，而是因为他的强硬立场迎合了日本社会日益增长的对中共扩张主义的普遍焦虑和警惕。这是一种民意的体现，是一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对国家安全最朴素的诉求。美国在立法层面进行战略锁死，日本在政治和军事层面进行战略前压。一张针对北京的包围网正在从法律、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维度系统性的收紧。这是一种全新的、立体的围堵战略。它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仅仅是军事集团的对峙，而是融合了法律战、金融战、科技战和舆论战的总体战。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中共那堵高墙之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极度真实的关于一个帝国如何从内部开始腐朽的画卷。第一条信息，据说来自 B 站的一位审核员工，他详细描述了这些幕后的网络清道夫是如何在来自中宣部和网信办的，甚至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指令之下去操控舆论的。比如，他们可以轻易地将某个官方喉舌的视频通过内部流量推送，在几小时内就炒作成热门。同时，他们也可以让另一个播放量很高的视频在搜索结果中彻底消失。评论区的显示更是被精确地控制到每半个小时最多只能显示一条评论，而那个自称央视中层员工的爆料则直接戳破了那个被精心维护的关于最高领导人个人崇拜的巨大泡沫。这位员工说，在央视内部这个最顶级的官媒机构里，私底下没有一个人打心眼里看得起习近平。他们嘲笑他土包子，把他那些狗屁不通的新时代思想当作饭桌上的笑料。台里甚至有公认的辱包大师，专门把新闻联播里那些令人作呕的宣传口号编成让人笑喷的段子。
更惊人的是，那些习近平出丑的经典画面，比如把通商宽农念成通商宽衣，或者题词时把精湛写成精慎。那些在下面干活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辛辛苦苦的把他绝大多数出丑、说错话的画面给剪掉、处理掉。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中共的新闻频道恐怕就要变成娱乐频道了。这个爆料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暂时存疑，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一个政权的统治越来越依赖于对一个领导人进行神话包装和个人崇拜时，那些离得最近、负责具体执行包装任务的人，恰恰是看得最清楚也最不相信这套鬼话的人，因为他们是这场盛大骗局的参与者，也是最清醒的旁观者。这种普遍存在的发自内心的鄙夷和不屑，是任何高压手段都无法消除的。而且这种内部腐朽会不可避免地蔓延到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吉祥航空一架从北京飞往大阪的航班，竟然在连换了3架飞机之后都无法起飞，导致乘客被困超过13个小时。中共驻韩国大使馆仅凭一个口头要求，就让首尔一家顶级酒店取消了多场早已预定的婚礼和上百间客房的预订，结果几天后又毫无征兆地取消了自己的预订，让酒店和普通民众无比愤怒，而自己却因为没有签署正式合同，所以连1分钱的违约金都不用付。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并没有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进入一个由中美两极主导的新冷战，而是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以系统性瓦解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在这场博弈中，西方世界正在逐渐告别过去那种大而化之的战略围堵，转向一种更加精准、更具操作性、以规则和程序为武器的解构策略。而他们的对手，那些庞大的威权主义实体，其最大的弱点恰恰不是暴露在外的军事力量，而是隐藏在内部的深刻的系统性腐朽。这种腐朽源于信息的封闭、权力的不受约束，以及对人性的长期压制。它最终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僵化、失能和内部信用的全面破产。